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音综节目，想唱就唱。为了博人眼球，他让人准备了特制的衣服。用他的话说，纯欲戏就是让人看得见吃不着，无形之中勾引人的欲望，磨灭人的精神，让人欲罢不能，清纯又性感。我怀疑的拉了下布料稀少的短裤，可还是上了台。然后我才发现我错了，我错的离谱。如果经纪人没接这个节目，我就不会来到这里。如果我没来这里，我就不会听他的建议。如果没听他的建议，我就不会如此羞耻的面对死对头。他坐在台下挑眉看着我，穿着清凉台上跳着。跳完之后，我的脸是红的，他的脸是黑的。我无比社死，不敢抬头，可还是要听完导师们的点评才能下台。两个导师点评完后，久久不见蒋温开口。我悄悄抬头看他，然后发现他盯着我布料稀少的短裤，眼中冒了火。于墨，你这是穿的什么？跟个狐狸精似的，怎么想成为娱乐圈的男妲己？在台上搔首弄姿的想勾引谁？我懵了。狐狸精？男妲己？是在说我吗？我不知所措的看了眼队友，却发现他们齐齐避开我的视线，身子也离我远了些。我炸了，明明都是穿一样的舞台服饰，为什么偏偏点了我的名？他故意的。我想抗议，据理力争，可又想起他身为顶流那庞大的粉丝群，估计每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我。于是我又怂了，低下头不语。谁知蒋温突然冲上台，脱下外套就往我头上盖，同时响在耳畔的还有他的怒吼：穿成这样，你还有没有点廉耻心？光亮被遮住之前，我看到了他通红的俊脸，咋就气成这样了？可拿到手机后，最气的人变成了我。身为小胡咖，我又一次登上了热搜。娱乐圈男妲己于墨，于墨搔首弄姿，到底想勾引谁？二字顶流大骂娱乐圈新人狐狸精，他们之间究竟是怎样的爱恨纠葛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三观的扭曲？傻逼胡咖，能不能别蹭哥哥流量了？狐狸精滚出娱乐圈，我泪流满面。有些人还活着，但他已经死了，是社死。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悲欢总是不同的。我的经纪人倒是挺高兴，夸我总算适应娱乐圈，会找顶流捆绑了。微信上消息不断，连甩了我好几个通告。我斜瞄了一眼经纪人发来的，更痛苦了。这他妈什么社死广告词？用某某可以在蒋温面前搔首弄姿。某某是这么自信，我无脸不忍直视。我是娱乐圈的小胡咖，几次上热搜都是因为蒋温。他一出道就凭借出色的样貌和歌喉跻身顶流，而我所在的团体3天饿9顿，偶尔一次有流量还跟蒋温有关系。可娱乐圈人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好，甚至在旁人眼里我都不配成为蒋温的死对头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和蒋温还是竹马。我们自小一起长大，自小就不对付。蒋温还有个哥哥叫蒋涵，比我们大个2岁，温柔斯文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越温柔斯文的在床上花样才最多，我们都很喜欢他。幼时我和蒋温争宠抢哥哥，蒋温抢不过我。上学时蒋温就抢我妹子，断了我好多年的桃花。高一时更是传出我是同性恋的流言，我怒不可遏，将乱造谣的人打了一顿，踩着他的脑袋问他，我像不像他口中的零？可那人还是不服输，说我不谈恋爱，成天跟蒋温混在一起就是有问题。关键是蒋温从不解释，我气死了，我那是不想谈吗？我那是妹子都被抢了。我似乎陷入了死循环，喜欢过我的妹子，
都会喜欢上蒋温，并且在我和蒋温同框时，这些妹子笑容立刻变得耐人寻味。一问，他们就说在磕兄弟情。我气急败坏，我们有个屁的兄弟情！他们猛点头，看起来更加激动了，眼中透着光。我们都懂，看着他们兴奋远去的背影，我不知道他们懂啥了。我有点没懂，原以为我们就会这样普普通通、平易近人的长大，谁知爸爸做生意失败，家里破产了，并且欠下高额债款，我被迫签下了不平等条约，成为一名偶像练习生。因为蒋温的这波流量，我黑红在风口浪尖，网上褒贬不一，还是骂声居多，我压根不敢看。就在这个当口，经纪人传给了我一个地址，让我去面试。打过来的语音中，他的语气有些不耐烦，话里话外都是让我去走个过场，认识些人脉，但是角色可别想拿到了。我拒绝白跑这一趟，谁知他竟然拿合同违约做要挟。我皱眉，既然觉得我肯定选不上，一定要我去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所以我试戏的时候就多留了个心眼，安然无事。出门时，有个助理模样的人递过来一张名片，黄福生，副导演。我疑惑的看过去，就见到副导演的位置上坐着个肥头大耳的油腻男人，那双眼睛在每个演员身上游移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眯起眼睛，笑着点头。耳边传来那个送名片小助理的声音，黄导说他很看好你，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有空能一起探讨一下剧情。我点了点头，没多想，随口回了句能进组的话。总归会有空的，毕竟我属于新人，演戏方面肯定还是需要指导。导演们的建议总归可以听听的。可小助理似乎理解错了意思，点了点头，看我的眼神中多了几分不屑。我翻了个白眼，真是有的太监比皇帝还要多几分傲气。经纪人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我正在录想唱就唱的第2期。通知男三的角色被我拿到时，他的声音有点沉闷，背景声音中还有人在怒吼：你说过的那个角色是我的，为什么被他抢走了？快让他还给我，他不配拿。你明明说是骗他换资源，为什么角色成了他的？那边的声音变得小了，经纪人似乎找到了个僻静的地方。我不是傻子，就算没听全也明白了个大概。我说呢，经纪人他素来不喜欢我，同等条件下他更愿意去捧别人，甚至不如我的许彤都被他宠得不行，这个男三的试镜机会怎么可能会轮到我？原来只是想走个过场，拿我去换资源。果然他开口了，并且用上了命令般的口吻，这个角色一开始就是许彤的，你还给他。我嗤笑出声，官方都官宣了，你让我怎么还？经纪人急了，竟丝毫不遮掩自己的偏颇，这个角色有打戏的，你不会去刷一下吗？说你演不了，这也要我教？我将手机拿远了些，丝毫不理会对面的鬼吼鬼叫，一直到他喊累了，我才悠悠开口，角色我的。于墨，你敢不听我的？你信不信我能让你在这个圈子混不下去？我直接挂了手机。跟着蒋温上了台，台下大多都是他的粉丝，看向我的眼神虎视眈眈，生怕我会做出什么蹭他们哥哥流量的事情。这一环节叫你配合我唱，但大多数人都将这个环节叫做你配合我唱，因为这期是将学员们打乱，1对1和导师们合作一首曲目。我很不幸抽中了奖赛，而他身为选秀出道厮杀出来的顶流，在这个环节从无败绩。我看了一眼明显想搞事情的节目组和一脸不耐烦的蒋温，牙都要咬碎了。这是要再送我一次热搜吗？你可别拖累我。音乐响起的时候，我的耳边传来蒋温欠揍的话。我笑了笑，我狠起来连自己都拖累。可谁知唱完一段高音过后，就听到了细微的声响，是布料断裂的声音。低头一看，我的舞台服从领口裂开，胸怀大敞着，
细嫩的皮肤在灯光的照射下白得晃眼。我立马反应过来，想要拢紧衣服，又是一声撕拉声。我满头黑线，怎么？小胡咖就不配穿质量好的吗？等下，蒋温怎么不唱了？我抬头看向蒋温，却发现他看着我，薄唇紧抿着，整个人一动不动。漏唱几句，他的分数立马被我反超。还在直播中，我不好提醒他什么，因为我盯上了他的外套，并一把抢了过来。死道友不死贫道，就当给他粉丝发福利了。我可不能在万千网友面前行四裸奔，而他酷毙火辣，只剩下火辣。身后的大屏幕疯了似的刷屏。我温饱鲜活的肉体，我要晕了，我要晕了。裤子也扒了吧，咱们爱看。感谢妲己哥哥。吸溜吸溜，于墨见不见啊？自己穿劣质舞台服博眼球，还敢抢我哥哥的衣服蹭热度，太恶心了！于墨滚出娱乐圈！于墨心机移，自此我又多了个黑红的标签。好在凭借着蒋温失误的分数，成功晋级。本想下了节目就开溜，可还是被蒋温给拉住了。他一把扯过我的胳膊，眉毛紧皱着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抬头看他，这死小子长这么高干嘛？打又打不过，我只能步步后退，嘴上依旧不饶人，不就是借用你一下外套吗？别这么小气，你知道我要说的不是这个。蒋温怒吼出声，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嗓子。他的经纪人察觉到这边的动静，立马跑了过来，将我们隔开，小声警告，这边不是完全隐蔽的，有什么事回去再说。于是我被蒋温一路拽着回了蒋家。本来还不情不愿的我，在见到蒋赛时立马躲到他的身后。蒋涵，蒋家的当家人，比我和蒋温大个2岁，一直对我很好，甚至比对蒋温还要好。我立马告状，他又欺负我。蒋涵笑着揉了下我的头发，在面对蒋温时语气却是严肃的。都多大人了，成天胡闹！蒋温气得打开电视，找出我参加的百酷音综，指着我的穿着怒骂：哥，你看他穿那样，搔首弄姿，不要脸的用意别人看，你不生气？他穿的这是什么啊？鸭子都比他穿的多。原以为蒋涵依旧会像以前一样包容我，偏向我，谁知我抬头对上的就是他晦暗的目光。他说的是对的，你以后不准这么穿。我低下头抠手指，不想理人。这也不是我想穿啥就穿啥呀，小胡咖是没有选择权的。似乎是觉得自己说的话太过生硬，蒋涵又缓和了态度，转移话题。听说你要演《芳华乱》，这部剧正好就是咱们自家投资的。导演那里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有什么需要你就和他说。我想了想，那这个角色是你自己面试上的，我可没帮你。说完，他拉着我走向餐厅。听说你要来，我可是很早就准备了你爱吃的。来，坐下尝尝。我的手艺退步了没？我被按坐在椅子上，左边坐着蒋温，右边坐着蒋赛。早知道我要来。我看向蒋温，却见他冷哼一声，别过了头，耳根微微有些红了。第2期音综过后，我凭借着黑红圈了好大一波流量。芳华乱的剧组趁机放出我的定妆照，楼下褒贬不一，争吵激烈。心机熊也要去演戏了。我去看了下人物小传，还真是贴，阴险毒辣，表面柔弱的黑月光。啧，剧组搞到真的了，丑逼也能演黑月光了。剧组选人真是没眼光，明明许彤更贴好吗？楼上别笑死人了，许彤那个阴柔样也能演黑月光，也就能演男童了，别拉才好吗？我们许彤不约，什么破烂剧组也能碰死我许彤了，笑死人了。某些人的粉别太离谱，睁开眼睛看看好吗？这部剧可是曲导和孟影帝搭起来的，那可是冲着拿奖去的。吃不到就说别人的葡萄是酸的。
酸狗！官博骂战一波接着一波，不少许彤的粉丝招架不住，干脆顺着官博的艾特来到我的微博下骂人。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评论区早已沦陷，直到粉丝群里有人放出一段出兵，我才明白许彤的粉丝为什么会突然发疯。原来是在官博上热搜后不久，许彤就开启了直播，话里话外都是说这个角色原先是他的，是我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抢了他的资源，并且毫无愧疚之心。他还放出了一段经过剪辑的语音，是我那天和经纪人的对话。我的声音从那段语音中放出来，显得既得意又嚣张。角色我一脸懵逼的看向蒋温，我是这么说的。蒋温没有说话，抿了抿唇，神色颇有几分寒冷。我去找他，蒋温的声音凉凉的，让我感觉他是要去打人的。我赶紧制止，别，让他说呗，还能掉我一块肉不成？我可不敢让他去干啥，不说他的星途，就说他的那个哥哥。当年欺负我那男的，被蒋温知道，不过是再揍一顿，可让蒋涵知道了，便是直接被退了学籍。他还敢怒不敢言，走时还要跟我道歉。在海市，蒋家的地位就是神。好在蒋涵素来没什么心思关注娱乐圈，可若是蒋温做出了什么拳打明星的事，恐怕会第一时间传到蒋涵耳朵里，到那时候事情就搞大发了。可我的沉默并没有换来许彤见好就收，反而蹬鼻子上脸。进组的第一天，我就感觉到众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其中有探究，也有不满，却怕我背后真有个什么大腿，又不敢随意得罪，于是我被孤立了。好在曲导不受影响，对我的态度和对其他人一样，做对的夸，做错的骂。拍完几个镜头后，他还笑着和我打趣，原本蒋少让我照顾你时，我还以为你真是个走后门的，没想到悟性还挺高。我笑了笑，狗腿的恭维了几句，敏锐的感觉到周围人的眼神又不对了。曲导依旧是大大咧咧，拍了拍我的肩膀后，笑眯眯的走了。哟，这还没几天，咱们男妲己又勾搭上一个，身后传来许彤的嘲讽声。我正疑惑他怎么出现在这里，一转头就见到了黄福生。黄副导演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活像是被戴了绿帽子的老王八。他的手揽在许彤腰上，目光却落在我身上，恼怒的瞪了我一眼。晚上来我房间，剧情上有一些细节需要和你商议。闻言，许彤又怒又恼，人却被黄副导演推出了怀抱。他没忍住脾气，顺势狠狠的撞了我一下，自己却脚微摔了个新年快乐。他看了眼黄福生，见他丝毫没有为他打抱不平的想法，立马爬起来。于墨，你别得意，等他到时候有你好受的。他的这句话让我生出了警惕心，尤其在看到许彤也加入剧组后，虽然只是个小角色，人设却异常好。最让我担心的是他和黄福生的相处模式，明明是两个大男人，凭空让人感觉到暖妹，他俩的关系肯定不正常。我想起经纪人打电话那天说的换资源，骗我换资源，怎么换？谁来操作换？答案似乎已经很明显了。拍完一天的戏，收工时许彤端来一杯牛奶，他跟我道歉，说是不应该针对我，说这只是一种炒作的手段，流量互通，同一个经纪人没有过不去的矛盾。我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，打量着他这没有丝毫长进的浮夸演技，那眼中的算计都快溢出来了，还硬要立起来个牌坊。我无视他递上来的牛奶，收拾东西就要出门。早在察觉到许彤来者不善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跟蒋温通了电话，他说会顺路来接我，现在估计快到了。至于什么黄岛的房间什么的，谁爱去谁去吧。见我不识趣，许彤换下了那副伪善的面孔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笑了，那不然呢？继续网暴我，让我猜猜你找来的记者在哪里。我朝四周看了看，忽觉背后一阵风，我心里一紧，
可身体速度快于脑子，多年的打架经验迫使我抬脚一踢，许彤躺在了地上，手上拿着的是一瓶白水瓶子样的东西，他的脸磕到地上破了。身为艺人，最重要的就是那张脸。许彤颤颤巍巍地摸向额头，黏黏腻腻摸到了一手血，他气得破口大骂，爬起来按住瓶子，喷口对着我就是一阵乱喷。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，可还是有些晚了。下一秒，我软着手脚，有些站不稳，心跳快得不受控制，一股热意直冲脑门。我气得狠狠踹了许彤一脚，收不住力道，整个人摔在了地上。闭眼之时，我看见一个肥胖的身影靠近了我，油腻的肥脸露出让人作呕的笑容。车子在移动中，我浑身燥热，忍不住到处乱摸，手却被人捉住。那人的声音磁性，音色如同大提琴一般动听，原是很令人熟悉的音色，可此时我的脑中一片糊涂，分辨不清。而那人还凑到我耳边逼逼，别急，等到了家，死流氓，我拍死你！抬手就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四周静了，我也如愿睡了个好觉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想伸个懒腰，毕竟好久没有这样高质量的睡眠。一抬手，抬不起来，我的手似乎被谁压住了。我忙睁开眼睛，一抬头就见到张放大的俊脸，是蒋赛。我松了口气。我立马爬了起来，动静惊动了熟睡中的蒋赛。他睁开眼睛，睡眼朦胧，眼中还带着懵懂和不设防的水汽。我的心狠狠一动，然后连忙按住。你怎么在我床上？蒋涵回过神来，笑了，这是我的床。我火速爬了起来，脸上烫得几乎要冒烟。但看清了两人的情况后，我这才放心，好歹没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，脏了我们的兄弟情。蒋赛笑了笑，接了个电话后出了门。他素来是忙的，明明都知道的，可我的心中还是有些失落。我来不及想清楚答案，蒋温突然冲进了房间，一把将我拽下了床。他的声音气急败坏，你怎么回事？我帮你揍傻逼导演。你干了什么？你去爬我哥的床？你怎么睡得着的？这一通滋哇乱叫，吵得我脑仁疼。我立马一脚踹在他腰上，语气极其不耐烦。老子原哥哪睡哥哪睡，滚滚滚，脚却收不回来了。蒋温一把抓住我的脚踝，恶狠狠地将我拉向他。于墨，你真行啊，口口声声说不喜欢男的，性取向正常，结果进了组就勾搭上老男人，晚上就敢爬我哥的床了，下次想干嘛？啊？睡了我吗？说话，一听到他提起昨晚的事情，我就想起许彤和那个副导演，恶心的不行，脑子也清醒了许多。我坐起来翻了个白眼，你他妈想得到没？哼！蒋温冷哼一声，放下我的脚踝，眼睛在我伸出被子的皮肤上瞅了几眼，表情有些别扭，真没干嘛。我又是一个白眼，直接掀开被子，大大方方的给他瞧。两个大男人能干嘛？一天天地静瞎想，蒋温被我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他大致扫了两眼，立马背过了身去，耳朵红的几乎能滴血。我翻身下床，找出衣物换上，没理会他这副傻逼样。耳边传来他的问话：那你干嘛给我哥一巴掌？他今天出门时右脸都还红着，你让他怎么去公司上班？闻言我的动作一顿，我打人了？没印象，应该是他自己睡觉留的印子吧。回到剧组时，就听说黄导摔骨折进了医院，众人议论纷纷。谁知竟有传言说是我为了上位，故意勾引黄导，是他不接受贿赂，言辞拒绝，最后被我给报复了。传言越来越离谱，甚至还有人说是我勾引不成，还想硬上，最终将人格高尚的黄副导演给打了。闻言，我拿起镜子照了照，跑去最近的八卦群体，暴怒开呼：我这长相勾引不成？我这长相勾引
谁会不成？谁说的？我勾引不成？站出来！我倒要看看有谁能长得比我更花瓶。众人一愣，有个人没忍住，被叫花瓶，你还挺骄傲。我立马瞪了过去，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看到许彤那个家伙走了过来。他的额头上包扎后鼓了一块，严重影响拍摄进度。曲导说让他等养好了再过来，谁知他今天就过来了。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从挎包里抓出一组照片，厉声质问我：于墨，你作为艺人，品行不端，作风不良，淫荡又龌龊，出卖身体抢了我的角色，你很得意是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他哪来的脸说出这种话的？可我停顿的一瞬，让许彤觉得抓住了我的小辫子。他的表情更是得意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今天我就要让大家看看你究竟有多不堪。他一把将手中的照片撒向天空，照片分散到各处，八卦分子们纷纷捡起照片细看，目光频频落在我的身上。我也捡起了一张，是我，却也不是我。脸是我的，身体不是我的。我被 P 图造谣了。然而吃瓜群众众多，立马就有人对着我猛拍。下一秒，关于我的艳照门当众出柜的头条就登上了热搜。速度之快，让我严重怀疑有人花了钱。我的视线离开手机，对上许彤，他的眼神极其欠揍。我素来不是个脾气好的，下一秒，我的拳头就和他的脸来了个友好接触。艳照门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许彤却以一副受害者的姿态在剧组备受关注。若说原本在剧组我是被孤立了，那我现在就是被霸凌了。打戏上他们不遗余力的针对我，就连灯光师、化妆师都敢给我脸色瞧，更别说网上的骂战一波接着一波。蒋温打电话来时，我正蹲在角落吃盒饭。明明今天一开始就要拍我的戏份，可现在已经过去了半天，依旧让我等着。他们不敢做得太过明显，不敢真的对上我，因为我真的会打人。许彤已经在医院躺着了。记者一波接着一波的来，却被剧组的人挡在了门外。我知道他们并不是为了我好，只是为了不耽误剧组的进度。可声音还是传了过来。许彤人真是好，被打了都没选择报警，要是我早让他吃官司了。你懂什么？任许彤是为了剧组才没报警的，同一个经纪人带出来的，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怪不得他们经纪人不喜欢于墨，摊上这么个烫手山芋，真是倒了大霉了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摊上了这么个经纪人，也真是我倒了大霉了。喂，要不要我帮你解决？电话那头传来蒋温担心的声音。我一边将盒饭盖好，一边满不在乎的回答：不用，我自己能处理。这事闹得这么大，我哥他可能会知道我的动作一顿。被蒋赛知道了，这事还能善了吗？我不是个圣母的人，可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好好的人被他抓去喂鱼。这对大海来说多冒昧啊，投下去2颗剧毒。可手机上收到的一封匿名短信让我改变了想法。这封短信不用细想都知道是谁发来的。只要你今晚陪我，我就帮你度过这次难关。见到没有回信，对面又传了一封。年轻人别这么狂妄，想吃演员这碗饭，走得长远。光有脸是不够的，这真是把我气笑了。于是我对蒋温说：去，帮我再去打那个黄福生一顿，回来请你吃饭。蒋温立马来劲了，是独请我一人，还是别的哥哥都有。我直接挂了电话。事件逐渐发酵，并迅速站上各大头条。因为再次得罪黄福生，他似乎联系了记者和营销号，放出了几段视频。视频中的人顶着我的脸频繁出现在酒店、夜店场所，其他人都被打了码，只有我的脸清清楚楚的告诉众人，我和那些人的关系都不干净。为此，我成了网络上的劣迹艺人。键盘侠们纷纷叫嚣着让剧组将我开除，
扬言我在一天就会抵制这部剧一天。连日的逼迫中，虚导不得不来找我谈话。按他所说，我休了长假。我明白这部剧是他的心血，顶着压力到现在，他已经算是仁至义尽。于是我也答应了，手中更快的收集许彤和黄福生的骚操作。可这事，我所在的娱乐公司开了发布会，还请了黄福生。看着出殡中的两人，我笑死，瞌睡来了，就有人送枕头了。这不是现成的诬告证据吗？还是向全国公开的那种？视频中，经纪人被刺，许彤伪善，黄福生假仁假义。我早就知道于墨一直在做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却没有及时制止。我是有责任的。圈子里的人都说我不管他，忽视他，可谁能知道是于墨自己搭上了各路金主，根本不听我的。我劝了他太多次了，当艺人一定要脚踏实地，不能偷懒走捷径。可他从来听不进去。我一直以为于哥是个很好的人，却没想到他能做出这样的事。甚至被揭穿后恼羞成怒，开始打人。他抢我角色这事，我一点都不生气，真的，只是我好难过。难过自己没有在他误入歧途时拉他一把。小鱼这个孩子试戏时，我就觉得是个好苗子，可后来定角色时，他来找了我自荐枕席。我把他狠狠的痛批了一顿，原以为他改了，没想到他只是表面改错，骨子里依旧是那种人。他真是令我太失望了。直播到最后，经纪公司宣布和我的合约解除，并且永不录用我这种人。对此表态，弹幕上纷纷刷起了大快人心。早就说这于墨就是一副狐狸精长相，果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不要脸，傻逼，快滚出娱乐圈！心疼我哥，被狐狸精蹭了这么久的热度，每次都对我哥动手动脚的。想想我都要被这死男童气死了。看到那堆弹幕，我直接关了视频。至此，也该到我反击的时候了。他有录音，难道我就没有吗？早在之前，我对他们就有所防备了啊。处在流量风波的中心，我发布的新动态立马就被人注意到。我最先发的是与经纪人的那段完整的对话，只要没脑残个彻底，都能听出经纪人那段话的意思。究竟是谁想要抢角色，又是谁想逼迫我卖身，一清二楚。立马就有网友评论，所以是于墨的经纪人让他去卖身，给许彤换个角色回来。结果他卖身换给了自己，这不就是狗咬狗吗？最可怜的还是黄导，40-50岁了还要受到这种惊吓。这娱乐公司坏到根了，被揭穿后竟然只推个于墨挡枪。心疼黄导加一，心疼黄导加一，不管网友的评论。我继续放出第二份资料，是那2条短信。哟，于墨这是放出自己下海的经过了。原来这样说话就能睡到于墨啊！早说啊！我家娱乐圈也有些人，让我也试试呗。楼上梦女也不怕得病，况且人家于墨只做男人的生意，你上赶着什么劲？我依旧没理会他们，紧接着放出一份 IP 地址，正是黄福生被揍后居住的那家医院。不可能吧？黄导竟然是这种人，一定是巧合。于墨想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是被陷害的，黄导和许彤他们才是坏人。白丑平和照片，他要怎么解释？对啊，众所周知，视频是不能 P 的。他要怎么证明这是假的？看到他们的评论，我挑了挑眉。想要继续放出匪料时，接到了一通电话，是我那个经纪人打来的。此时的他已经不再盛气凌人，说话间带着几分小心翼翼。于墨，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我也是被逼无奈。你可一定要帮我跟公司解释，帮我跟粉丝们解释啊！那都是许彤搞出来的事情。我笑了笑，晚了，身为经纪人，他可以有所偏颇。可在这种全网黑的大是大非上，他站错了队，可是没有回头路的。于墨，你要不帮我
我就把你的事全给抖搂出来。你也不想惹上蒋家人吧？我挑了挑眉，没想到都到了这种时候，他还能仗着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认识蒋家一个分支，在这里威胁我。要不要我提醒你一句，蒋温，他姓蒋。对面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气息已然慌乱了，他还想再说些什么，电话被我一把挂断。连续放出几个猛料之后，我的口碑瞬间逆转，只是我被冠上了性取向为男的标签。我将那天几人直播中对我的诽谤诬告整理好后，立马对他们一个个都分发了律师函，准备起诉。依旧有人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抓着细枝末节嘴硬。直到我的黑料被蒋涵知晓，他第一时间就打了我的电话，言语中满是冷意。你想他们怎么死？我连忙拒绝，不，咱们是豪门，咱们不涉黑。于是他又换了种说法，要不要以后都看不见他们？我想了想后回答，那就安排他们到特殊监狱坐牢到死吧。蒋涵这才满意了，话题聊到最后也有些偏了。听说你喜欢男人，我立马慌了，这样的花边新闻怎么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了？他会不会觉得我对他们这对颜值出众的兄弟俩有想法？咱们纯洁美好的兄弟情还能存在吗？我这边心乱如麻，蒋涵那边半天没有说话。我试着嗯了一声后，他才再次开口，那要不要考虑考虑我？我懵了，直播间的众人也懵了，时间似乎都停在了这一刻，半晌才有人在弹幕上打出字。直到现在我才相信于墨没做过那些事，他的追求者可是这种大佬级别的啊。卧槽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大佬表白了。妈妈呀！我宣布，这就是我今晚做梦的素材了。什么？有人不知道蒋涵是谁？海市首富蒋家知道不？这位就是当家人。我就知道墨宝是被冤枉的，现在能嫁入豪门，妈咪好欣慰，我也终于回过神来。理清思绪后刚想回话，就听到蒋温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哥，你竟然背着我跟于墨表白，你不是说在他喜欢上我们中的任何一人的时候才能袒露心意的吗？哥，你忽悠我。电话那端突然断了，留下我一人和直播间的众人面面相觑。我尴尬的笑笑，直播间的众人兴致勃勃的开始问起我们三人的爱情纠葛。就在我聊起蒋温从小就抢我妹子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看到是蒋温，我本能的就想挂断，却被直播间的众人捧多着接，还开了免提。蒋温略显委屈的声音从对面传来，我不管，你接受我哥就得接受我，不是我谁也没接受呢还怎么还带连带的？可我还没回话，屏幕再次刷了起来，区区2个，于墨你可以的，感情不是你们的屁股。